在明朝末年，有一位人人得而诛之的大宦官，名叫魏忠贤。然而等魏忠贤真的死了，大明也不到20年就亡国了。因此有人说，若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那么魏忠贤究竟有什么本事能挽救明朝呢？作为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太监，魏忠贤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魏忠贤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便浪迹街头，还染上了赌博等不良习气。但也正是这段穷困潦倒的经历，让他早早就体会了人情冷暖，并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渴望权势的种子。万历皇帝统治后期，皇帝本人撒手不干人事，以至于宫廷内发生了一个叫张岔的男子持棍乱打太子的事。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万历皇帝竟对此事不予追究，把张岔处死就完了，挺击一案糊涂了结。万历皇帝死后，太子朱常洛登基，即为明光宗。明光宗即位之时，没有丝毫疾病的征象，然而短短10天后，他就一病不起。为了治病，他服下太监进献上的红丸，不料吃下红丸的第2天就一命呜呼了。短短1个月时间，明朝连换3任皇帝，不可谓不动荡。正是由于万历末年的这种混乱局势，魏忠贤才能趁机干涉朝政。魏忠贤早年混迹赌场，结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当时皇宫内的太监。他在一次赌博大输后走投无路，只好找到熟识的太监，心一横便自宫进了宫。魏忠贤入宫后，巴结到了皇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天启帝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等明光宗因红丸案去世，天启帝登基上台，魏忠贤也由此一飞冲天，成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当时明朝内忧外患更甚，首先是明朝对后金的战争接连失败，而在朝廷内部，东林党又争权夺利，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天启帝因此对东林党颇为忌惮。为了防止东林党继续做大，天启帝决定扶持魏忠贤来对抗东林党，把所有烦心的国事全推给他，而天启帝本人则专心做木匠活去了。有了皇帝的支持，魏忠贤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势力，控制了东厂。多年的底层生活培养了魏忠贤察言观色的能力，他看出皇帝不耐烦文官集团的这帮迂腐大儒，于是肆无忌惮地矫诏擅权，排挤东林党人。他指使东厂抓捕那些不愿附和于他的人，关进大牢，百般折磨。地方官员为了奉承他，在全国各地为他建造生祠，甚至在朱元璋的陵寝旁都有供奉魏忠贤的祠堂。而他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服，欢呼9000岁，一些人干脆叫他9900岁。举朝阿谀奉承之徒都拜他为义父，行5拜3叩头礼，口呼9900岁爷爷。魏忠贤不知道，这一切都被天启皇帝的弟弟，后来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看在眼里。天启帝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记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的作用。魏忠贤本人是忠是奸，是贤是愚，其实无所谓，关键是皇帝需要这么一个能突破文官集团掣肘的人来办事。在大组织或大企业工作过的人一定有切身体会，有时候想干一件事，不仅要顾及各方利益，还得走漫长繁琐的流程。大明的文官集团不一定干得成事，但他们一定能让你干不成事。崇祯的爷爷万历皇帝就是被卡在这里，从此赌气30年不肯上朝。天启驾崩后，崇祯皇帝即位。此时的明朝已经千疮百孔，外有后金虎视眈眈，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朝廷内部阉党和东林党两派势同水火。换作是你面临这个局势，会选择怎么做呢？崇祯帝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备受争议。你若说他是昏君，他宵衣干食，勤俭节约，比历史上的大部分昏君都强。但你若说他是明君，他刻薄寡恩，猜忌多疑，是货真价实的亡国之君。然而，一个富有激情和干劲，而且勤政爱民的崇祯，为什么会成为亡国之君？这表面上看起来很不科学，也很不符合咱们对历史的情绪认知。努力没好结果，这哪还有什么天理呢？
但是历史规律并不是越努力越幸运，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其实都需要环环相扣的逻辑支撑，需要结合实际，步步为营。崇祯的问题是，他错误地把国家乱象全部归因于阉党作乱，以为只要宰了魏忠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崇祯大刀阔斧地灭了阉党，打破了文官集团和阉党相互钳制的政治平衡局面，导致朝堂之上由东林党一家独大，甚至到了把皇帝架空的地步。崇祯虽然可以随意撤换官员，但没办法指使他们办成事，实质上也就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崇祯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政思路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只要听说谁有平定辽东乱局的金点子，都愿意不惜血本的去投资。这说的好听点就是能采纳意见，但说的难听点就是毫无主见。这种老板最适合当被忽悠的冤大头，被当成最佳免费融资对象。袁崇焕就是凭借一份5年平辽的幻灯片文件，顺利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大军阀的。更要命的是，这种想法多的领导往往容易不自信，他们看不懂下属的思路和想法，也分不清下属的好坏。他们只要所谓的表面文章，若谁的成绩单不好看，他就会充满猜忌和怀疑。于是前一阵子还风光无限的袁崇焕，转眼就被拉上刑场凌迟处死。在这样的老板手下效力，大家只顾得上保全自己的性命安危，哪里还敢真心为公司干活？从上也可以看出，崇祯其实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生在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年代，看多了父亲和哥哥身边的乱臣弄权，使得这个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内心里种下了一颗扭转乾坤的种子。但崇祯帝有救国的理想，却没有做事的手段，而天启帝虽然比他高明一点，有做事的手段，却没有救国的理想。这恐怕是明朝末期最大的悲哀。毫无疑问，崇祯宰掉魏忠贤，就是想扭转大明的政治颓势，带领大明王朝走向振兴之路。但可惜的是，魏忠贤的死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此人们对魏忠贤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臣，也有人说他是一个难得的贤臣。魏忠贤其实算不上什么奸臣，当然也算不上贤臣，他只是那个局势下的一个重要的人而已。他的政治能力还是可以的，他的政治地位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不能突然消失，一旦失去他，就容易引发蝴蝶效应。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的，你看着他嚣张跋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但是你一旦撸掉他，你的公司就还真运转不开。在魏忠贤得势的时代，很多人也看懂了这场权力游戏的本质，就是一场总裁代言人和各部门经理之间的斗争。魏忠贤有皇帝做靠山，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多以前遭到东林党排挤的文臣武将都转投了魏忠贤的门下，里面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分子。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也逐渐变得庞大且尾大不掉了。权力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它的副作用是很明显的。首先，作为当权者的心态会改变，他会觉得如今的一切都是自己凭才智和努力赚来的，忘了是时代成就了他。就像有人在电梯里做俯卧撑来到顶楼，别人问他是怎么上来的，他回答说是做俯卧撑来的。这个回答听上去很可笑，但一旦权势膨胀到一定地步，人是会丧失理智，变成这样的。所以当魏忠贤去世滔天之后，确实做了很多不法的勾当。其次，队伍大了，人心就杂了，总会有一些不要脸的下属，搞得你想要脸都是一件难事。总之，当魏忠贤成为大明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人时，他已经骑虎难下了。无数人拿着放大镜挑他的错误，更何况他本身就不是海瑞那样毫无污点的清官。所以魏忠贤后来被文人骂得体无完肤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凭良心说，魏忠贤虽然身上有小人物的狡诈狠辣，但是他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很忠心的人，至少他是死心塌地的保皇派，对老朱家，对大明江山是毫无异心的。崇祯刚一上台，说撸掉他就撸掉他了。虽然崇祯没有杀他，但是在流放的路上，他默默地选择用自杀来回应自己这一生，回应自己的主子。总而言之，魏忠贤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劣根性，但本质上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他也确实干过很多缺德的事情，但大明沦落到这副德行，并不全是魏忠贤的错。
既然魏忠贤多少带点无辜，那他为什么在历史上被骂得这么惨呢？中国的封建政治中，通常对女人和太监的评价是不太友好的，因为这些历史评价一般都是文人留下来的。古代文人一般把女人看成玩物，把太监看成废物，骨子里是看不起他们的。若是有那么几个女人和太监能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取得对文人的压倒性优势，一般是很难获得好评的，因为文人手里有笔。然而在大明灭亡的过程中，表现最没骨气、最喜欢在背后挖坑的，恰恰是后来遍地高官的东林党人。这帮人后来归顺大清之后，有一部分人被选出来修撰明史，所以明史之中基本上看不到说魏忠贤好的。最后我们该如何理解魏忠贤不死，明朝不亡这句话呢？其实魏忠贤没有这么大本事，只是恰巧把明朝的病症压下去了，没有让他立即发作。他并没有治愈明朝的病，这个病迟早是要发作，而且是无药可救的。要是魏忠贤一直这么专权下去，明朝也拖不了几年。只不过亡明最大的罪人彻底变成了魏忠贤，而不是一直被打压的东林党罢了。